这是一只13岁的退役搜救犬，4年间它曾挽救了18条生命，然而却在被收养后封闭了自己的内心。它每走100米就会停住不动一会儿，似乎只有主人的拥抱才能让它完成一天的散步。搜救犬是众所周知的无名英雄，它们凭借敏锐的嗅觉、无比的耐心和坚定的忠诚，在最危急的时刻为人类带来生的希望。这只叫乔的马犬4年间出了78次任务，而18条鲜活的生命也因它的存在而重生。尤其是2013年史上最强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后，乔也参与了当地灾后的人道主义救援，这不妥妥的狗界玛丽苏剧情的男主角吗？然而更厉害的是，他还是119航空救援组的一员，几乎所有中大型直升机他都有涉猎。其实一般的狗会因噪音和恐高症影响无法完成空中训练，但乔却成功突破了极限，成为了狗界王牌飞行员。不过他终究还是因为关节异常不得不提前退役。作为消防员的男主人其实之前一直在关注着乔，直到他听到了乔要退役的消息，就马上提出了申请。在审批过后，他就正式成为了这个无名英雄的监护人。8年的时间，他已成功融入了这个家庭，宠物狗的生活他也过得十分惬意。女主人称乔是一只既温柔又会撒娇的狗，如果夫妻俩说话声音大一点，他就会主动抱过来安慰主人，乔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家人的粘合剂。虽然他退休已久，但救援背带却一直穿在身上，迟暮的英雄也值得时刻佩戴勋章。不过岁月依旧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，因为腿部的疼痛让他每走几步就要休息，曾经的矫健已不复存在，剩下的唯有沉重。主人抚摸着他苍老的面庞，不断鼓励着他前行。虽然1小时的散步他趴着的时间能有50分钟，然而夫妻俩非但没有不耐烦，反倒充满了心酸。日复一日的陪伴就成为了他们的日常。他们也曾给乔服用关节营养剂，但这似乎对高龄狗狗来说没什么效用。伴随着乔的腿部疼痛日渐加剧，每次外出排泄都成为了一种煎熬。训练有素的他时常会用刨地的方式要零食，如果他还想吃，就会通过舔舐主人来表达。为了弥补他，男主人总会偷偷喂他地瓜，但是当被女主人发现质问他时，乔还会用他精湛的演技来表示委屈。曾经身为搜救犬的他每天只能吃1顿饭，因为不给肠胃增加负担，随时待命是他的指责。这也是男主人现在拼命想弥补他的原因。闲暇时间，他们会带着狗狗来到朋友家做客。这位监护人也领养了几只退役搜救犬。11岁的达索是世界上第1只克隆搜救犬，在2年的训练以及3次考试合格后，他成为了一名合格的火警调查犬。其主要任务就是发现火灾现场的起火点，或者找到需要救援对象的位置。这是一份神圣又值得钦佩的工作。达索在退役之后就和他的父亲秀安生活在一起。秀安一共服役了8年，出警197次，救了7人。2016年，他在芦苇沼泽地成功找到了一名失踪者，但如今17岁高龄的他已不复往昔。据主人回忆，当时他们发现秀安走路姿势很奇怪，结果在送到医院检查后确诊了脑膜炎。14岁的他当时已经很难做手术治疗了，伴随着病情的恶化，他不得不用支架辅助走路。虽然他在努力复健，但因为并发症的原因还是失明了。秀安如一个孱孱弱弱的生病老人，但女主人还是悉心照顾了他2年。男主人是一名现役消防员，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搜救犬的辛苦，所以在秀安退役后就毅然把他领养回了家。病魔虽然给狗子带来了莫大的痛苦，但主人的爱却让他支撑到了现在。老有所依是夫妻俩给秀安的最大承诺。每当狗子坐立不安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秀安的排便时间到了，而每当他们看见狗子往昔活泼的模样，就不禁陷入美好的回忆之中。爱在这个家中已经有了具体的模样。秀安退役后的快乐日子总是那么短暂。3年后的脑膜炎让他跌入了无尽的深渊，不过好在他遇到了天使般的主人，让他在余生路上虽然痛苦却不孤独。街坊邻居们都曾建议让他们给秀安施行安乐死，但夫妻俩却无论如何都做不到。他们觉得秀安活下去的意志是如此强烈，每一份希望都应该被人尊重。搜救犬是人类世界的英雄，他们的晚年生活也应该得到更多人的关心。节目组安排乔和秀安来到医院进行检查，2只英雄犬的事迹也让薛专家十分动容。他表示，对于曾经是航空搜救组的乔来说，整个空降的过程他其实是很害怕的，尤其是大型犬的恐惧会比小型犬更多一些，所以在降落到地面后很容易因脚软而受伤，更别提伴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的关节也在慢慢失灵，所以他的四肢才会逐渐出现问题。薛专家建议不要给狗狗吃太多地瓜，因为它的主要能量来源是蛋白质，而地瓜含糖量较高，不利于乔的健康。即便男主人看着狗子恳求的眼神再不忍心，但为了让他减肥下来，还是要禁止地瓜的投喂。接着医生又给乔的身体做了仔细的检查，医生说视频里他总咬自己的前腿，是因为血液循环不通畅会有酸痛的感觉，而关节处白色肿块其实是钙化形成的，这种情况会导致肌肉萎缩，弹性下降，所以在关节弯曲时会产生强烈的不适感。医生说前腿可以注射药物来辅助恢复，
而后腿的问题不严重，可以进行激光等保守治疗。如果他还能再减肥一下的话，可能会更健康些。不过乔不愧是曾经训练有素的搜救犬，哪怕是针头加深，他也面不改色，激光的治疗也格外的顺利。至于秀安年轻时也是只优秀的搜救犬，他曾经的事迹也让薛专家赞不绝口。其实如果放任生病的秀安不管的话，那地板上必定都是他的排泄物，但主人的悉心照料却避免了这个情况的发生。每次秀安的挣扎都好像一种信号，主人都会赶紧从睡梦中醒来照顾它。也许这就是不离不弃的爱的意义吧。薛专家说，随着狗狗年龄的增长，会引发很多疾病，而治疗费用也是比较昂贵的。据女主人称，国家每年会给一只退役救助犬最多25万韩元的费用，而每年最多能有8只退役犬得到这个钱。但秀安并没有被评选上。为人类奉献一生的狗狗拯救了若干条生命，它们的晚年生活应该得到更多的关心与救助。在经历一系列的检查过后，医生说秀安的情况已经是晚期了，不过主人能把它照顾到17岁已经很难得了。监护人坦言，虽然在照顾它的过程中很煎熬，但如果把它就此送走了，他会更加后悔。所以凭借这股坚定不放弃的信念，他才竭尽全力地把秀安照顾到现在。医生把他带到观察室，观察着他的身体。他说，现在主人能做的就是每天给他按摩2分钟，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按摩他的脊椎，再加上按摩他的脚趾20分钟，在指压垫上让他模拟走路的情景，这样可以有效地锻炼他的肌肉，减轻疼痛。如果喂零食的时候，可以适当抬高位置，这样也可以训练他抬起头颅，减轻压力。从反馈视频来看，乔似乎又恢复了当年的英姿飒爽，而秀安的主人也把学到的技巧更好地用在了他身上。希望每一个迟暮的英雄都能得到更多的关心和照顾，毕竟他们是为人类奉献了一辈子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